70亿新元，请先把这个数字死死钉在脑子里。就在刚才，微软用一个堪称核弹级的投资声明，炸醒了整个东南亚科技圈的平静水面。当一家万亿市值的巨头决定在一个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直接砸下相当于其年度国防预算1/3的现金时，事情就绝不仅仅是建几个机房那么简单了。这背后藏着一个关于人工智能时代新加坡真正定位的惊人真相。那些以为这又是科技巨头画10年大饼的人，完全看错了局势。微软这次极其务实且急迫。史密斯在论坛演讲中说得清清楚楚，这笔钱的落地时间表已经被死死锁住，就在2025年至2029年这5年间，不是遥远的未来，就是明天早晨醒来这5年。因为在这个算力决定生死的新纪元，5年足以让一个科技强国彻底沦为二流附庸。更关键的是，这笔钱的量级。史密斯明确表示，这是微软近年来在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单笔投资承诺之一。注意这个定语，最大单笔。这意味着在微软全球战略这盘大棋局里，新加坡这个棋眼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重。70亿新元集中火力轰向一个点，这是一种极度反常的资本动作。资本从来不讲情怀，只看重胜率。微软看出来，决战的时刻已经到了。生活在新加坡，人太容易产生一种科技优越感了。走在 CBD， 刷着最新的智能应用，政府办事效率极高，周围谈论的都是大模型和生成式 AI。这种感觉是有硬核数据支撑的。毕竟，新加坡头顶着 AI 普及度全球第2的光环，这是一个足以让大多数发达国家眼红的成就。在固有认知里，新加坡的科技基础设施已经近乎完美，似乎只需要按部就班的迭代升级就能稳坐钓鱼台。但请思考一个致命逻辑：如果地基真的那么牢固，如果领先优势真的那么不可动摇，如果一切真的只需要微调，那么微软为什么还要急吼吼地砸下这55亿美元？史密斯为什么要在论坛上如此高调地宣布这个决定？真相极其残酷，所谓的全球第2普及度，在即将到来的 AI 算力海啸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因为普及度越高，意味着日常消耗的底层算力越恐怖。当全岛的企业都在调用 API， 当所有的金融模型都在跑深度学习，现有的算力池正在被疯狂抽干。微软这70亿新元干脆就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救命钱。没有这笔钱续命，新加坡引以为傲的 AI 普及率很快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必须像法医一样精准解剖史密斯在论坛演讲中透露的每一个字眼，这里面没有一句废话，全是真金白银的流向指引。首先看时间窗口，2025年至2029年。为什么是这5年？因为硅谷的共识是，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起点极有可能在2029年前后爆发。这5年是全球 AI 格局定型的生死决战期，微软等不起了，新加坡也等不起了。其次看资金总额，55亿美元，约合70亿新元。这笔钱不是拿来做花里胡哨的营销，也不是搞什么虚无缥缈的孵化器。史密斯说得非常具体，专款专项用于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运营。这个定调极其冷酷，直接把钱砸向了最底层、最重资产的物理硬件上。不要听到基础设施就觉得枯燥，这不是在修路架桥，这是在数字世界里挖掘大运河，铺设特高压电网。未来5年，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之下，或者在玉廊、雾兰那些不起眼的数据中心建筑里，数以万计单块售价超过4万美元的最顶级 GPU 正在日夜轰鸣。庞大的液冷系统在疯狂运转，消耗着惊人的电力，海量的数据像洪水一样在海底光纤里奔涌。这就是史密斯口中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真实物理画面。这不是演习，这是真刀真枪的军备竞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看法。在你们的日常工作或行业里，现在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对算力基建的极度饥渴？还是说，觉得现有的云服务已经足够应付了？把真实体感打在评论区，我们看看一线的真实水位到底在哪儿。跳出新加坡，看新加坡。史密斯那句近年来在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单笔投资承诺之一，分量极重。为什么是新加坡？为什么不是周边人口红利更大、土地和电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这里必须拆解新加坡的独特诱发因素。在这个地缘政治高度复杂、数据主权极其敏感的时代，新加坡提供的不仅仅是昂贵的土地和电力，而是一种极其稀缺的确定性和信任枢纽功能。从合规逻辑上看，微软需要一个能辐射整个东南亚，但在法律、政治和数据隐私上能与欧美无缝对接的战略支点。东南亚有6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但各个国家的数据墙正在高筑。
新加坡凭借极强的中立属性和完善的法律框架成了唯一解。这55亿美金买的不仅是钢筋、水泥和芯片，更是这个全球战略支点的顶级入场券。微软看出来，只有把重兵屯在新加坡，才能在未来的亚洲算力版图中进可攻，退可守。接下来算一笔硬账，55亿美元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运营。这意味着 AI 时代已经彻底从讲故事的古典互联网阶段进入了拼刺刀的重资产阶段。以前做 Web2 应用，租几个云服务器，写几万行代码就能跑通商业模式。现在搞大模型，那是实打实的重火力对轰，每一座计算中心都是吞金兽。以目前主流的算力集群为例，组建一个具备训练1000亿参数模型能力的10万卡集群，光是硬件采购成本就是天文数字，更别提后续高昂的电费和维护成本。微软这笔巨款，绝大部分都要变成昂贵的英伟达算力卡、高速网络交换机和极其复杂的冷却液。这说明未来的 AI 竞争没有100亿美金级别的筹码，连上牌桌看底牌的资格都没有。微软是在用真金白银帮新加坡在赤道上筑起一道高不可攀的算力护城河。最后探讨一个深层次的认知错位，为什么已经是 AI 普及度全球第2了，微软还要这么急着投基建？这暴露了一个巨大的制度盲区和认知反差。应用普及度绝对不等于基础设施承载力，现在的普及更多是在应用层面的百花齐放，大家都在用别人训练好的模型做微调。但史密斯看到了水面之下的巨大危机，随着大模型参数呈指数级爆炸，从1000亿走向万亿，新加坡现有的云计算底座很快就会被彻底击穿。这是一种典型的富贵病，应用层越发达，对底层基建的索取就越凶猛、越贪婪。这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私家车普及率全球第2，大家都很开心。但市长突然发现，地下的高速公路网马上就要全面堵死了。这时候砸钱修路，不是为了多几条路，而是为了防止整个城市交通瘫痪。微软看到了这个巨大的算力缺口，他们知道，如果不提前5年疯狂布局，等到2029年，新加坡引以为傲的科技领先地位就会因为算力断供而瞬间崩塌。分析完宏观战略和资本逻辑，必须回到个体生存法则。这70亿新元砸下来，对屏幕前的你，一个在新加坡 CBD 打拼的专业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请记住，当潮水改变流向时，只有2种鱼，一种是被潮水死死拍在沙滩上的，一种是乘着潮水游向新海域的。微软这笔钱投向的是最底层的基础设施，这意味着未来5年，新加坡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底座将被彻底重构。当算力变得像自来水一样充沛且廉价时，那些依赖旧基建、旧流程、旧技能的岗位，无论现在看起来多么光鲜亮丽，都在加速走向贬值。机器能做的绝不会再留给人类。所以终极问题根本不是微软这55亿美元会不会成功，而是当2025年这波史诗级的基建浪潮开始狂飙突进，当云计算和 AI 变成无处不在的基础能源时，手里掌握的技能包是成了时代的弃子，还是成了驾驭这股新能量的钥匙？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用未来5年的职业生涯去残酷验证。我是持续为你破译新加坡科技浪潮底层密码的前哨观察者。如果不想在 AI 时代的职场大洗牌中被无情淘汰，订阅频道，我们下期接着深度复盘。